好，小冷就是太开心，今天我们又见面。我今天来的路上，我还在想说，哎，缘分真的很奇妙。对，就回想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其实就在他说这个栏目。然后那时候你还是这公司的 PR， 你采访的我，一晃已经5年了。可能你也没有想到，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转型啊，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家居博主。所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路是怎么转的。爱丽丝邀约说，她说又要重新做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那种很神奇的感觉。当时我其实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家居平台嘛，但是做媒体人其实是有一些执着在的，对，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胸无大志，我一定要做一个公司，一定要融资还是干嘛的那种。我还是希望说做一个小小的内容是有意思的，然后呢，在过程中是有成就感的。我记得我跟你聊过，就是我就带一个摄像就开始去屋主家，我说我就好奇他们生活在这样被设计的房子之后的几年里，他们会生活成什么样子？就是上次有听你聊过，你到现在已经采访了，好像超过100个家了。对啊，不同的家、不同的性格、不同的职业，说有哪一些女性特质，是你通过跟他人的这种接触之后，你觉得是很启发你，甚至是你很想拥有的？后面我发现，我真的采访过那么多女性，普通的妈妈。然后呢，也有单身独居，我会发现他们可以在自己最普通的生活里生活得很精彩。但上次跟你聊天的时候，你说到一个，我当时觉得特别认同，就是说你觉得做一个60分的妈妈其实足以了。对，自我的评价还是他人的对你的评价？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觉得60分，因为刚刚及格，所以我说做个及格的妈妈就行。有一个朋友突然说，他说其实亲子关系、夫妻关系，它都是人际关系的一种。对，你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，你是什么状态下是最放松的？其实往往才能处理得好。对，想想对哦，对，就是你何必因为你生了他而把他卡那么死呢？而且我说实话，我也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，所以我觉得我不想把你卡太死。那你也不要把我卡太死，就是我有我追求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权利，但你需要我，我一定在你身边。所以刚刚讲到，就也提到爱丽丝鱼我们的这个品牌挚友好友，最早接触这个品牌你是什么时候？我最早接触这个品牌的时候，其实我记得我当时认识一个朋友，他的婚纱是爱丽丝鱼的，而且他是在沙漠结婚的那个。后来认识爱丽丝鱼以后，我就发现，我喜欢的是他的那股在正经里略略不正经，在不正经里又有一些矜持与正经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原来西服可以穿得这么好看，原来缎面的裙子是可以配球鞋的，对，就是原来我们可以松弛到这种状态。对，我们作为爱丽丝鱼算蛮长时间的朋友了，其实这一路也看着他真的就是一路在成长，在变化，包括衣服，包括他自己，有没有什么要跟他聊的？想说的话，加油，找个对象。对，他已经让自己长成一棵有根的树了，就是这个根已经很牢固了。那这个阶段下，他可以跟隔壁几棵聊聊天，陪伴一下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好，因为可能也是很好的朋友。我们应该都见过他小女人脆弱的小女孩的那一面。真正的女性力量，我觉得真的就是到一定年纪，我们是大家真的是可以互相鼓励，对，然后互相见证对方的成长，对，彼此给你有什么事情啊，我在旁边，那种力量和陪伴是对我来讲是觉得很重要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在你身边。在这儿镜头，我还以为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对，我们一直在啊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爱丽丝很幸福的地方。对，她身边有很多这样。对，她因为品牌其实收获了很多好的朋友。然后我一听到他说重启，我说我来，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。对，然后我说没想到5年以后，因为我想的一个节目，5年以后采访我说可以，对、就觉得而且你刚好是这个节目的就是创始人是吧？就是当时这个 idea 是你想的。对，当时我就是要写问题的那个角色，然后每天就在想我要问他什么问题之类的。然后现在反过来，你就觉得突然之间多好。对，然后觉得人生真有意思，就一直都是一些体验，是吧？你感觉你画了一个，就从这开始走，然后画了一个圈，最后圆满了啊，特别好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就觉得就回到了原点，但是这个圈是你走过了。对，就觉得你做的每一步都算数，是真的有这种感觉。是的。